放在阳台，天天曝晒也还是徒长。你说明明不缺光呀。多肉到底需要多少光？90%养肉人都回答不上来。用我12年养肉经验，今天量化给你看。肉眼看着明亮的阳台，到底能有多少照度？我们来看看。隔着玻璃有8000流明的样子，不隔着玻璃可以到2万，如果伸到窗外可以到达3万了。今天还是阴天哦，再来看看阴天的室外也可以达到4万流明呢。阴天的桃树下照度降到了7000左右，哇哦，桃子成熟了。艳阳天的树荫下照度能够达到18000。现在是中午1点半，走到阳光直射的地方，它已经爆表了，应该是在10万照度以上了。我们现在躲到屋檐下去，照度降到了19000。这款补光灯的正下方20公分左右有26000多的照度。以上数据会全部整理成表格，来对照看看你家有多少照度吧。下面你可要记住了，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除了光照强度，还要考虑光照的时长。阴天户外全路养，它的光照强度达到2万的同时，光照时长能达到1天8个小时，夏季可能会更长。这样的日照强度和时长是多肉好看的必备条件。阳台党，你的光照强度和时长都会差点意思。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放在阳台的多肉还会徒长了吧？快去看看你的多肉光照够不够，你的多肉都快涂成长颈鹿了，快别说养活就好，你和精致美丽的多肉就差一个专业的多肉补光灯。12年养肉老司机，今天来测评这款能浇水、能遥控、还能定时的多肉补光灯。外包装非常简约，但是整体很牢固。多瞳多肉补光灯，整个背面的金属是纯黑色的，质感非常好，正面全是大透镜和有机硅，这可是防尘防水的关键呀。变压器在插头上，插起来就有点碍事。遥控器不弯腰可以开关自如，并且可以设置多灯一键控制，还可以设置4种不同的光谱。育苗光谱适合小苗生长，生长光谱成熟光谱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云南光谱应该是最适合景天的。遥控器还自带了倒计时自动关闭功能。这款灯最棒的就是 IP67 的防尘防水，不管是南方湿哒哒回南天，还是北方冬天用上加湿器，哪怕你直接浇水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不适合长期淋雨哦。多肉补光灯到底好不好用？下面才是重头戏，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我们先用照度仪来测一下距离灯20公分左右的光照强度，读出的数据大概是23000左右，绝大多数景天植物都够用了。像两边偏移的话，单侧偏移10公分，这一侧的照度只达6000多，另外一边的照度呢还有16000，整体的有效光照范围应该在10到15公分左右。最重要的还是多肉状态，准备了3组多肉，一组给魔法棒，一组给多瞳，还有一组给神秘灯。多肉上色需要光照、温差、养好根和足够时间的控养，记得回来看结果，说说你看好哪一款灯。若叶插土是干的还是湿的？叶片该放在土上还是插进土里呢？12天前我做了一个小实验，我们一起来看看效果吧。第一盆是干了就喷水，插入土里的12颗，看看发根发芽率如何。发芽率为0，发根率却很高。平放在土上的这一组可以看到芽点如果能接触到土壤，根系长得比较明显。再来看一下另一组，叶片从放到土上到现在没有浇过1滴水。这么看来，干土也不发芽，发根率也不低呢。没浇水也没插进土里的这一组，我们看看有多少发芽发根率。有个重点你们别忘了哟，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总体上来看，插入土里的发根率更高，陶土的发根率居然还没有干土高。
这一点你也没想到吧？由于目前几乎没有发芽的，记得半个月后我们再来看看发芽率吧。泥炭土、营养土、园艺土。刚入坑的肉友看到各种土，是不是脑袋都大了？别慌，12年养肉老司机，今天一篇教你分清楚各种土。泥炭土相当于我们做烘焙的基础面粉，保水性强，营养丰富，通常要搭配其他成分一起使用。泥炭土一旦干透了，再次吸水的速度就会非常慢，单独使用的话还特别容易板结，建议把它当做配方来用。营养土相当于预拌蛋糕粉。在商业上呢，它的成分就非常不统一，这可是垃圾土的重灾区。选购的话，一定要睁大眼睛哦，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品牌，还要看清楚成分。通常营养土的保水性都比较好，单独用来养多肉的话，对你的环境通风要求会更高，但是用来养菜养绿植可都是不错的选择。养多肉的话，可以用营养土搭配颗粒土。园艺土是个巨大的统称，一切在花园里用的都可以叫园艺土。园艺土呢，没有什么固定的配方，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行业标准。养多肉到底用什么土合适？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大家都推荐养多肉用颗粒土。用了颗粒土，你就一定能养好多肉吗？颗粒土可不是神仙哦，颗粒土只是帮助你养护的一个环节。合适的颗粒土，它可以提供合适的保水性和合适的透气性，这样的土可以成为你养多肉的好助手，帮助你更好的控制干和湿的循环。这多肉的生死大权可不就掌握在你手里了吗？不管你是想买颗粒自己配土，还是买机制自己来发酵，或者干脆直接买成品土，无论哪一种选择都要擦亮眼睛哦，避免盲从，才能真的绕开大坑。说说看，你喜欢用什么样的土养多肉呢？养的多肉小苗为什么长不大？小苗需不需要施肥？小苗到底该怎么浇水呀？用我12年养肉经验，2分钟告诉你，多肉小苗茁壮成长的一生都要做些什么。如果是买来的小苗，刚开始浮盆期一定会消耗叶片，有一些特别小的头可能就会被消耗掉。如果整株都非常小的话，那整株都被消耗没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切记要求卖家带土发货，到手脱土，不用休耕，直接上盆，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叶片消耗。多肉小苗用土推荐较小的颗粒，2到4毫米的，颗粒的比例不要大于50%，不利于根系抓土。下面重点来了，你先记住，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多肉小苗切记不可控水，土干了就得给水续上，只要水给够，养分它也不会缺。那我水浇多了，它会不会徒长啊？答案是不会。即使是小苗，你也要保证它有充足光照的，只要光照跟上，就不会徒长。话又说回来，中午的阳光对小苗来说，直射的话可能就太热了，早上和晚上可以进行充足的日光浴，中午隔着玻璃还行，直射还是不要了。施肥不是多肉小苗必须的，要不要施肥取决于你的期待。你期待它长大长绿，可以适当的给一点薄肥；如果你期待它尽快变美丽出状态，那施肥的话只会延长这个周期。还有个更扎心的，施肥千万不要贪多呀，化肥的金属含量都很高，小苗根系孱弱，你频繁浇水，土壤很快就会盐碱化，到时候不但没有把小苗催大，整个土都变成盐碱地，直接给你的小苗给烧死了呀。带娃那些事都整明白了吗？还没明白快点来提问呀。你买多肉是不是总问卖家怎么样？如果完全按照卖家的方式养多肉会怎么样呢？8月6日到货2颗金蝉芒古泡，开箱就发现有叶片化水，初步检查了一下，杆子是健康的。卖家的意思是说，这属于正常的一个叶片消耗，还让我收到立刻上盆，不要过度晾根。我还特意和卖家确认了一下，所以我按照商家说的炒土上盆。我又问他多久浇水呢？他说超过30度不要浇水，低于25度干透浇透。尴尬的是我房间开空调的温度是27度，那我就干脆采取干透浇透吧。他还说7到15天左右覆盆，然后就可以延长浇水时间了。今天是8月16日，过去10天，之前化水的叶片自己干枯脱落，提盆没有抓土的手感，看来还得继续干透浇透。我们来期待一下这2颗肉到底多久能覆盆。8月25号，距离上一次进盆过去大约10天，今天再来给它进盆。哎呀，没有铺面就是这个样子，土飘的到处都是。第2个进盆我们小心一点咯，这样就不会有土飘出来了。这颗已经覆盆了，叶片是饱满的，拔一拔有抓土感。另一颗叶片还有一点软绵绵，拔一拔还是松松的。看来多肉覆盆的时间还得具体环境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有一说一啊，老庄多肉不休耕直接上盆还浇透水的方式居然没有化水，
我也是觉得很神奇哦。空调房应该是帮了不少的忙。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说说看你是怎么给多肉上盆的？多肉夜叉到底哪一种养护方式发根发芽最快呀？12年养肉老司机玩夜叉的瘾可大了，这次直接搞了100片奶茶叶片，做实验给你看呢。第一步，先检查一下叶片的状况，如果有化水的、受伤的，我们就把它挑出来。重点检查叶片的生长点，像这里有一块伤疤的，生长点就不是特别完美，但是也能夜叉成功，这就是完美的生长点啦。第一组25片。空气发根组把叶片平铺在豆芽盘上，让生长点可以照到光，并且保持良好的通风。我们既不给它浇水，也不给它喷水。第二组水釉组，矿泉水瓶子，用电烙铁挖几个孔，叶子大，所以孔也要挖大一点，装一些清水在里面，将叶片的芽点朝里插进去。这个造型还是有点好笑。第三组土培组，将叶片的芽点45度角插入土里。这里的夜叉土用的是这样的配方。夜叉多肉的配土，一来泥炭的比例不能太低，不利于保水；二来颗粒的尺寸不能太大，不利于根系扎根和小苗的后期生长。第四组，直接将叶片平放在土上，让叶片的生长点都可以接触到土壤。网上还有许多姿势，什么侧躺式的、倒插式的，大家也可以多尝试啊，找到适合自己的叶叉方式。土培的2组记得让土壤保持湿润哦。猜哪一组发根发芽最快呀？评论区等你哦。多肉不喜欢水，千万别给多肉多浇水。你是不是总听到这句话呀？可是多肉大神又说要给多肉用浸盆法，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来，养多肉12年的老司机告诉你，浸盆的核心不是多，而是保。养绿植常用的见干见湿法，就是让土壤的表面始终保持潮湿。但是对多肉来说，多肉真正喝水的根系是在盆底的毛细根系。如果你一直保持盆的上半部分有水的话，那么多肉的根系并不能真正的喝饱水，而且还有滋生真菌的风险哦。下面说的重点来了，价值10两小猫。你先牢牢记住，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多肉不喜欢水多，是指它不喜欢盆里的土干得太慢。如果盆里的土长期保持潮湿状态，它里面的环境就会缺氧，这样会产生一些坏物质，就会让你的根系腐烂，俗称沤根呐。当你的土壤总是很潮湿，真菌繁殖的速度也会非常快呀。黑腐化水就是这么来的哟。养多肉不但土要干，多肉也要干，它就会消耗自己叶片里储存的水分，就好比驼峰变瘦了。当你给一颗又渴又瘦的多肉喝水，而且让它喝个饱，多肉它会怎么做呢？没错，这时候的多肉就会非常努力的让每一片叶片都吸饱了水。胖嘟嘟的叶片就是这么来的呀。所以浸盆才有足够的时间让多肉的根系喂饱所有的叶子，在这样反复的干渴和喝饱之间来回拉扯。次数多了以后，多肉的叶片就会越来越胖啦。这就是多肉控养的本质。你看，又有新的知识点钻进你的大脑了吧？还有什么问题快来提问吧。是巨丝买的多肉补光灯，结果多肉还是土长，到底哪里没做对？用我12年养肉经验，今天带你掌握多肉补光灯的高效利用秘籍，请出我的小助手魔光家的佛罗拉魔法棒。佛罗拉是古罗马神话里面花神的意思。补光灯上这样的叫聚光灯珠，聚光灯珠可以让光线更聚集，让补光灯用更低的瓦数获得更高的照度，它的高效照射范围可能会变小。灯台式的补光灯要匹配花架的长度，而不是看瓦数，长短不匹配不是浪费电，就是有肉肉照不到光。安装补光灯，我们还需要考虑高度和有效宽度。专业补光灯厂家都有实测数据，我们实测一下距离20厘米能不能达到这个数据。灯的正下方20厘米没有其他光源干扰的情况下，照度能达到18000，偏离正下方10公分左右，这一侧照度有15000，另一侧的照度只有12000。这么看来，实测的数据没有比官方的数据差。多肉照了灯还土长，多半是下面这几个问题，你先牢牢记住，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1. 光照时长，4万 lux 的阳光下需要6个小时不土长。
2万 lux 的补光灯下需要8个小时不涂掌，不在补光灯的 CV 可能需要更多的光照时长。2. 灯挂得太高，补光灯跟肉的距离直接导致了它能照到肉上的光照到底有多少。灯挂得越高，照到肉上的光自然也就越少了。但其他光源，阳台就算没有直射光，它的散射光也有8000 lux 左右。相同的补光灯在阳台配合散射光，肯定优于纯室内只有补光灯的效果。多肉补光灯还想知道什么？快来提问吧！后续还有其他补光灯测评。多肉黑腐化水不紧凑不上色，你有没有想过是花盆没选对？用我12年养肉经验，今天2分钟教会你选择合适的多肉花盆。买多肉花盆千万别只看造型和颜色，花盆直接影响土壤环境，土壤环境不好，根系养不好，多肉既不健康，也不好看。多肉花盆怎么选？下面说的价值10两小毛，你先牢牢记住，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一看材质，麦饭石、粗陶、红陶、紫砂，透气材质更有利于土中的水分蒸发，水干得越快，黑腐化水的概率就越低，同时更有利于控型上色。判断花盆的透气性如何，可以在花盆里喷水。花盆里的水干得越快，则说明透气性越好。2看釉质，没有釉的比有釉的干得快，单面釉的比双面釉的干得快。多肉不推荐用双面釉质的花盆哦。3看尺寸，小肉配大盆，烂根又将苗。花盆的内口径比多肉的外尺寸大1到2公分就可以。花盆的深度和花盆的内口径差不多。使用过深过大的盆，多肉的根系扎不下去，喝不到水，看起来总是没精打采，你还会频繁的给它浇水，更容易黑腐化水，别说控型上色了。4看盆底，带接水盘的不要，透气孔特别小的也不要，透气孔越大越好，有角的有导流槽的透气会更好。塑料盆它也不吸水呀，为什么塑料盆养多肉它就很好养呢？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你的多肉叶片是不是冒出了许多小黑点？像这样还有这样，别怕，用我12年养肉经验，2分钟告诉你如何拯救小黑点的多肉。多肉上的小黑点你可千万别小看，要是处理得不好，你的多肉可是要团灭的。这样的小黑点通常都被当作晒伤或者烟霉。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中突然出现的小黑点，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叶片本身湿度大，蒸腾或者呼吸产生水汽，遇到了强光或者高温闷蒸，就烫出了小雀斑。多肉的小黑点已经出现了，到底该怎么办呢？你记住下面的这5招，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1. 减少光照，赶紧拉上遮阳网或者把多肉挪到散光的地方去。2. 降低温度，能开空调那是最好啦，如果实在不行就开个风扇吧。3. 控制湿度，先断水几天，风扇吹起来，降低环境的湿度。4. 摘除病叶，黑点太多的叶片果断要摘掉，如果叶片层数实在太少，可以酌情的留下一点。
别都摘秃了呀。5. 打药。小黑点本身不是病，但是已经出现小黑点的多肉，预示着这个环境特别适合真菌繁殖，并且已经受伤的叶片很容易被真菌突破的。为了降低真菌感染扩散的概率，推荐你们先戴上手套，然后用鲜趴小粉盖或者是甲基硫菌灵按比例兑水之后撒在多肉的叶片上，记得把周围的邻居多肉顺手也一起喷了。每1到2周一次，连续3到4次，基本上预防工作就完成了。讨厌的多肉雀斑防治大法你学会了吗？还有什么奇怪的小黑点，快发来给我看看。多肉的休根方式对多肉的发根速度到底有没有影响？13年养肉经验，做了一个70天的发根实验，快来看看吧。70天前，在一堆金控芯里选了10颗差不多大小的单头，每5颗一组，采用2种休根方式。第一组保留根头，先刷掉土，看清根头位置，切掉其他所有根系，但是这个圆圆的根头要留住哦。修完的5颗，我们来检查一下，每一个都很不错呢。第二组一剪梅，就是把根头都切掉，直接把杆子切平，保证每一个截面都是鲜活且健康的。接下来就是空气发根70天了。发根的结果如何？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简简单单养多肉。第一组保留根头组，第1颗发根了，虽然根系不多，但是能看到根头上是有根系发出的。第2颗根系相对比较粗壮，第3颗也发根了，第4颗发的根很少，第5颗没有根系。第2组一剪梅组，第1颗发了少量的根，似乎还在枯萎，第2颗没发根，第3颗也没发根，第4颗少量根系，第5颗根系也不算多，而且在空气中开始枯萎了。从目前的结果来看，保留根头组发根了4颗，一剪梅组发根了3颗。由于休根是11月底到现在2月初，正是最冷的这2个月，发根的速度也确实太慢了。关于冬季快速发根，一起来看看这篇。接下来我们把10根都上盆，接触到土壤以后，再来看看发根浮盆的情况吧。你看好哪一组？快来说说看。多肉上盆后还没发根就先发霉了，该怎么办？多肉养护答疑。第8期，多肉迟迟不发根，拿起来一看还发霉了。是温湿度的问题吗？12年养肉老司机给你讲清楚多肉发霉的原因和对策。最扎心的是，你可能认错了霉菌和根毛。没错，这些刚发出来毛茸茸的像羽毛一样的，它不一定是霉菌，它其实是叫根毛，它是多肉根系喝水的小嘴巴哦。根毛属于消耗品，平时土壤干燥的时候就会消耗殆尽，当你一瓢水浇下去，它又会长出新的根毛。个别多肉发霉，那是多肉的问题。如果同时有多个多肉都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可要认真检查一下你的养护环境哦。随着气温的降低，水蒸发的速度反而变慢了，夜间再遇上霜降，晚上的时候虽然温度不高，但是湿度可能不低哦。你要是有个温湿度计，就一目了然了。湿度高于70%，要么去开窗，要么风扇开起来。霉菌正常情况下对多肉植物的伤害很小，它们的主要食物是腐根、腐叶，所以要及时清理掉腐根、腐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网上购买的泥炭土或者颗粒土并不是干透的状态，你收到货后一直密封保存，你就会发现袋子上出现了许多水汽。通常这点湿度无伤大雅，但不过如果最近阴雨绵绵，你家里通风环境又不好，尽量把土晾干了再上盆。上盆的时候看着灌幅不大，一旦喝上水了，多肉的叶片会舒展开，挡住了盆口，会一定程度上的影响通风效果。可以下掉一圈叶片，增加空气的流动性。乔伊斯有问必答，戳这里你想问的全都有。